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咱们的水果界天花板探秘时间。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世界上最贵的10种水果，不是那种路边摊随便买的苹果、柳丁，而是贵到让人怀疑人生的水果贵族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有些水果贵到可以换一台 iPhone， 甚至一辆车？是不是超夸张？记得订阅加点赞，带着你的好奇心，我们出发。第10名，佛行梨。嘿，咱们的榜单第一站就来个超有梗的家伙，佛行梨。这可不是你家楼下水果摊那种普通梨子，而是来自中国的水果界艺术品，价格贵到让人怀疑，这梨子是镶金了还是咋的？一个佛行梨的价格大概在9美元左右，换算成台币大概是200多块，吃一口感觉就像在啃高定艺术品。佛行梨贵不是因为它口感逆天，而是因为它长得太有仙气了。这梨子不是自然长成，而是被聪明绝顶的河北农民张行舟用模具种出来的。梨子还没成熟时就被套进佛像形状的模具，长大后就变成了一尊尊迷你佛祖，是不是超有创意？一个梨子活脱脱像个小佛像，摆在桌上都能让人想拜一拜，求个好运啥的。难道说吃了这种梨子还能长生不老？别看它长得像艺术品，佛手梨吃起来也是有模有样。它的果肉清脆多汁，甜中带点微酸，咬一口有点像水梨的清爽感，但因为外形太特别，吃的时候总感觉有点罪恶感，像是咬了尊佛像的头。不过老实说，口感虽然好，但跟普通梨子比也没到飞上天的地步。贵就贵在它的稀有度和造型费。第9名，白色宝石草莓。这次的主角是白色宝石草莓，这可不是你平常吃的那种红彤彤的草莓，而是日本种出来的水果界白富美。一颗白色宝石草莓的价格大概在10美元左右，台币差不多300块，吃一颗感觉像在吃一颗 bling bling 的珍珠，是不是听起来就超梦幻？白色宝石草莓是日本的园艺大师们用高科技种出来的贵族草莓，它不是普通草莓的白化版，而是经过特殊育种，刻意让它保持白色或淡粉色的外皮，果肉却依然甜美多汁。这种草莓的种植过程超严格，从温室控温到土壤养分，每一步都像在伺候公主，而且产量超低，一年只有少量供应，物以稀为贵，价格自然飙到天上去。听说在日本，有些高档甜点店用这草莓做甜点，一盘能卖到上千块台币，土豪才吃得起。咬一口白色宝石草莓，哇塞，简直是甜到心坎里。它的味道比普通草莓更细腻，甜度高但不腻，带点淡淡的奶香和花香，像在吃一颗水果版的香水糖。果肉软嫩多汁，入口即化，感觉不像在吃草莓，而是在品尝一场味觉的华丽冒险。不过老实说，吃的时候你可能会舍不得嚼太快，毕竟一颗这么贵，得多细细品味才对得起钱包。听说日本有些情侣会特意买白色宝石草莓来求婚，因为它又纯又美，号称美过初恋。还有人开玩笑说，吃一颗白色宝石草莓，感觉自己都变高雅了，像是站在东京银座的精品店里。在国际市场上，这种草莓也小有名气，尤其是欧美的高端甜点师爱拿它来做吸睛甜品，一颗草莓就能让整盘甜点身价暴涨。第8名，世界1号苹果。这可不是你随手在超市抓的那种普通苹果，而是来自日本青森的水果界巨无霸。一个世界1号苹果的价格大概在20美元左右，吃一口感觉像在啃一个镶了金边的苹果派，是不是超震撼？世界1号苹果顾名思义，号称世界第一。它产自日本青森县，1930年开始育种，1951年正式命名，堪称苹果界的老贵族。为啥叫世界1号？因为它个头大到夸张，每个苹果平均重500克以上，大的甚至能到1公斤半，一个苹果就能当3个普通苹果吃。
种植过程更是严格到像在养皇室成员，得在昼夜温差大的高海拔地区种，白天光照强，晚上温度低，糖分累积得满满当当。果农还得精心呵护，从施肥到浇水，每颗苹果都像艺术品一样被伺候着。咬一口世界1号苹果，甜度绝对是香甜到炸裂。它的果肉雪白，爽脆多汁，甜度高但不腻，带点淡淡的清香，吃起来像在嘴里开了一场苹果音乐会。果皮鲜红，点缀着粉色果点，颜值高到可以直接当摆拍道具。跟普通苹果比，它的口感更饱满，香气更浓郁，感觉每一口都在跟你说，我可是世界第一，懂吗？讲真的，贵是贵在个头和稀有度，味道虽然顶尖，但跟普通富士苹果比也没到上仙界的程度。第7名，美女草莓。咱们的榜单现在冲到第7名，主角是美女草莓，是日本种出来的水果界小仙女。一颗美女草莓的价格大概在22美元，台币约700块左右。吃一口感觉像在品尝一颗粉嫩嫩的钻石糖，是不是听起来就超浪漫？美女草莓是日本栃木县的骄傲，堪称草莓界的选美冠军。它不是随便种出来的，而是经过严格的温室栽培，果农得像养宠物一样伺候它，温度、湿度、光照、土壤，每一项都得精准到像在调5星级酒店的空调。这种草莓个头大，形状完美，颜色是那种粉红带白的少女色，而且产量超少，每季只有几千颗，稀有到让人觉得它简直是草莓界的限量版跑车。在日本高档水果店或拍卖会上，一盒美女草莓动不动就卖到几千块台币，土豪专属。据说它的果肉柔嫩多汁，甜度高的像在喝蜜糖水，带点清新的果香，入口就像在吃一颗云朵做的甜点。跟普通草莓比，它的口感更细腻，甜而不腻，余味还有点像奶油的丝滑感，吃完感觉整个人都粉红心动了。不过价格这么高，吃的时候你可能会不自觉的小口小口咬，生怕一口吃掉半个月的零用钱。第6名，方形西瓜。冲到第6名，主角是方形西瓜，是日本种出来的水果界魔术方块。一个方形西瓜的价格大概在150到200美元，台币约4000到6000块之间，是不是听起来超不可思议？方形西瓜产自日本香川县，堪称水果界的异类。它不是自然长成方形的，它和第10名的佛手梨一样，是被果农塞进透明方形模具里，硬生生塑形出来的。西瓜小时候被套进模具，慢慢长大就变成完美立方体，边长约18厘米，超级适合塞进冰箱或堆叠摆放，省空间又吸睛。但这过程费时费力，果农得像雕塑家一样小心伺候，产量还超低，一个季节才几百颗。贵就贵在人工费和创意费。看来我下次种黄瓜时也套上蘑菇的模具，然后大声叫卖一根黄瓜100块，买了绝对不后悔，买了还能让你开心一整天。老实说，方形西瓜的口感有点尴尬，它的味道跟普通西瓜不能说毫无关系，只能说一模一样，甜度一样，果肉也算多汁，但因为它通常在还没完全成熟时就采收，就是为了保持完美方形，甜度和脆度比不上顶级的圆形西瓜。重点是，很多人买这西瓜根本不是为了吃，而是拿来当装饰品。对，你没听错，买个几千块的西瓜摆家里，可能放1年都不舍得切开，简直是水果界的摆拍王。听说方形西瓜在日本刚推出时，是为了解决冰箱放不下圆西瓜的问题，结果没想到变成全球土豪的炫富神器。还有人开玩笑说，买个方形西瓜摆客厅，朋友来了一看，瞬间觉得自己家水果篮漏爆了。在香川县，有些果农甚至会把方形西瓜当纪念品卖给游客，一个能放1年以上，堪称水果界的收藏品。第5名，鹤立根花园菠萝。鹤立根花园菠萝，
它是来自英国失落花园 Lost Gardens of Heligan 的水果界皇室成员。一个鹤立根花园菠萝的价格高达1000到1500美元，台币约3万到4万5左右。买一个感觉像在买一颗金光闪闪的菠萝王冠，是不是贵到让人想尖叫？鹤立根花园菠萝产自英国康沃尔郡的鹤立根花园，这地方可是个植物界的博物馆。这些菠萝不是种在普通果园，而是种在19世纪的传统菠萝坑里，用的还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古老种植技术。啥叫菠萝坑？就是特制的温室，底下铺满马粪和稻草来发酵加热，人工模拟热带气候。果农得像伺候皇帝一样，每天盯着温度、湿度，还得手把手修剪。种一个菠萝得花上2到3年，产量少得可怜，1年可能就几颗，难怪价格贵到飞上天。这种菠萝不仅是水果，更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。咬一口鹤立根花园菠萝，哇塞，简直是甜到灵魂出窍。它的果肉金黄多汁，甜度高的像在喝浓缩的蜜糖汁，带点热带水果的香气，入口就像在吃一颗阳光酿的甜心。跟普通菠萝比，它几乎没有酸味，口感细腻到像在吃菠萝界的奶油蛋糕。但老实说，普通人吃一口可能会有点压力，毕竟一口下去可能就是几千块台币呀，你会不自觉地嚼得超慢，生怕浪费了这皇室级享受。第4名，太阳蛋芒果。第4名，主角是太阳蛋芒果，这可不是你市场买的那种普通芒果，而是日本宫崎县种出来的水果界黄金蛋。一对，是的，得成对买的。太阳蛋芒果的价格高达3000美元，台币约9万左右。买一对感觉像在抢购一颗热带版的钻石，是不是贵到让人想喊我的天？太阳蛋芒果是日本宫崎县的骄傲，号称芒果界的王者。它得在严格控制的温室里生长，果农像科学家一样盯着光照、温度、湿度，每棵芒果树都像被 VIP 待遇伺候。这些芒果形状像完美的椭圆蛋，果皮金黄发亮，个头比普通芒果大，重量通常在450克以上，产量少得可怜，每年只有几千对，拍卖会上更是强破头。2021年，日本宫崎县一场拍卖会上，2颗太阳蛋芒果拍出20万日元，约6万台币，直接刷新土豪的消费观。它的果肉橙黄柔嫩，入口像在吃融化的蜜糖布丁，甜度高的像把整个热带阳光塞进嘴里，完全没有普通芒果的酸涩或纤维感，口感丝滑到像在吃芒果界的顶级冰淇淋。吃完一颗，感觉整个人都幸福感爆棚。不过价格这么高，你可能会边吃边算，这一口值多少台币啊？得慢慢品，才能对得起钱包的牺牲。听说欧美的高档餐厅用它做甜点，一盘能卖到上万台币，贵得让人怀疑。这芒果是种在金子上吗？第3名，电柱黑皮西瓜。冲到第3名，电柱黑皮西瓜。一个电柱黑皮西瓜的价格通常在250美元，台币约8000块左右。最贵的一次在2008年拍卖会上拍出6100美元，台币约19万。买一个感觉像在抢购一颗黑金打造的西瓜炸弹，是不是贵到让人腿软？电柱黑皮西瓜产自日本北海道，是西瓜界的超级巨星。它外皮乌黑发亮，条纹清晰，个头不大，但重约6到8公斤，甜度高到离谱。为啥叫电柱？因为种植时用了特殊的电刺激技术，通过微弱电流刺激土壤，加速西瓜的糖分累积，甜度直接爆表。果农还得像伺候皇帝一样，手工授粉，精准控温，产量超少，1年只有100颗左右。拍卖会上更是土豪们的豆腐战场。据说它的果肉红得像宝石，脆嫩多汁，甜度高达12到14度，吃起来像在喝浓缩西瓜汁，完全没有普通西瓜的淡味或籽多烦恼，每一口都像在吃西瓜界的5星级甜点。
甜的让人想直接搬去北海道种瓜。不过价格这么高，你可能会边吃边心疼，这一刀下去是不是切掉了一台 iPhone 呢？够力！还有人开玩笑说，买颗黑皮西瓜摆家里，感觉整个客厅都变高级了，像是住在5星级酒店。在中国、山东等地后来也试着种黑皮西瓜，价格降到1斤几块钱，但甜度和稀有度完全比不上日本原版的黑钻石。国际市场上这种西瓜也超抢手，欧美富豪偶尔会买来当派对吸睛神器。第2名，红宝石罗马葡萄。第2名，主角是红宝石罗马葡萄，这可不是你超市里随便抓一串的那种葡萄，而是日本石川县种出来的水果界珠宝。一串红宝石罗马葡萄的价格通常在400到1000美元，台币约12000到3万之间。最贵的一次在2016年拍卖会上拍出11000美元，台币约35万。买一串感觉像在抢购一颗葡萄界的红宝石项链。红宝石罗马葡萄是日本石川县的镇县之宝，2008年首次亮相，堪称葡萄界的超级名模。每一颗葡萄都得符合超严苛标准，每颗重至少20克，整串至少700克，糖度高达18度以上。果农像养国宝一样伺候，从手工授粉到精准控温，每颗葡萄都得在温室里享受5星级待遇。产量少得夸张，每年只有2400串，拍卖会上更是土豪们的炫富擂台。2016年那串天价葡萄，35颗就卖了7万6，平均一颗3万多块人台币，简直是吃一颗心跳一下。据说它的果肉饱满多汁，入口像在吃蜜糖爆浆软糖，甜度高的像把整个夏天的阳光嚼在嘴里，果皮薄到几乎不用吐，口感细腻顺滑，完全没有普通葡萄的酸涩或籽多烦恼，每一颗都像一颗微型甜蜜炸弹，吃完感觉整个人都幸福到飞起。不过价格这么高，你可能会一边吃一边默念，这一颗值1台 Switch 啊！第1名，西张王甜瓜。咱们的榜单终于来到终极 BOSS 西张王甜瓜。这可不是你超市里随便买的那种哈密瓜，而是日本北海道西张市种出来的水果界至尊王冠。一对，没错，得成对买。西张王甜瓜的价格通常在5000到2万美元，台币约15万到60万之间。最贵的一次在2018年拍卖会上拍出300万日元，台币约70万。买一对感觉像在抢购一辆水果界的法拉利，是不是贵到让人想喊救命？西张王甜瓜是日本北海道的甜瓜之王，产自西张市，号称甜到让人想移民日本。这些甜瓜得在精准控制的温室里生长，果农像科学家一样盯着光照、温度、湿度，每颗瓜都像皇室成员一样被伺候。为了保证品质，每颗植株只留一颗果实，其他全摘掉，营养全给这颗瓜中之王。外形的完美圆润，网纹的像艺术品，甜度至少12度，重量约2到3公斤，产量少得可怜，每年只有几千对。拍卖会上更是土豪们的终极斗富擂台。2018年那对天价甜瓜号称甜瓜界的传世珍宝，咬一口西张王甜瓜，简直是甜到灵魂飞升。它的果肉橙黄柔嫩，入口像在吃液态蜜糖瀑布，甜度高的像把整个北海道的阳光嚼进嘴里，口感细腻到像甜瓜界的丝绒蛋糕，完全没有普通哈密瓜的粗纤维感，每一口都像在品尝幸福的精华。吃完一颗，感觉整个人都开挂了。买一对西张王甜瓜摆家里，感觉整个家都变皇宫了。好了，从9美元的佛手离到4万5千美元的西张王甜瓜，这些水果贵得让人啧舌，但也各有各的魅力了。下次逛超市，看到普通水果的价格，是不是会觉得特别亲切？你有没吃过这些天价水果？还是有啥其他稀奇水果想推荐？快来留言跟大家分享吧。以下是我觉得你会喜欢的影片，
记得点进去看看，也别忘了点阅加点赞。我们下期见。